其实在马来西亚婚姻注册的流程并没有大家所想象中的那么复杂，只需要简单的4个步骤，那就是索取表格、宣誓、提交表格，然后注册结婚。恭喜你们2位正式成为合法夫妻。当你听到这里，或许你会觉得说，真的这么容易吗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 Mandarin。我知道结一场婚要筹备的事情实在太多了，太多的事情都需要你们亲自去 follow。但是有一些基本的东西只要上网 Google search 一下就已经有答案了。可是偏偏大家都懒惰上网查询资料，却很勤劳上 Facebook 询问。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：马来西亚婚姻注册流程。首先，我们来说一下婚姻注册所需要准备的资料有哪一些 ：photocopy 男女双方的身份证 ，photocopy 男女双方证婚人的身份证，以及男女双方2个人的 passport size photo。photocopy 身份证的时候，前后都在同一页的 A4 纸。而至于照片背景的颜色，要么2个人都同时是蓝色，要么2个人同时是白色，千万不要一个蓝一个白。准备好这些资料之后，男女双方都必须亲自到马来西亚国民登记局。Jabatan Pendaftaran Negara 简称 JPN 索取婚姻注册申请表格的时候，证婚人是不用出席，而新人2个都必须亲自出席。拿了表格填写好之后，就准备到下一个 step， 那就是带着这些资料找宣誓官。宣誓就是 Bersuruhjaya Sumpah， 你可以在 JPN 里面找宣誓官，也可以在外面找其他的宣誓官，都可以宣誓婚姻注册。做完宣誓之后，同样带着这些表格回到 JPN 里面提交表格。这时候呢 ，JPN 签名盖章之后，就会把你们的资料张贴在布告栏。等待21天之后，结婚注册的新人连同双方证婚人都必须亲自出席婚姻注册局，然后你们就正式成为合法夫妻啦。OK， 流程基本上就是这样。不过在 JPN 进行婚姻注册，还有一些细节是必须特别注意的。如果注册结婚的其中一位新人曾经离过婚，那么他必须携带离婚证明的正副本；又或者其中一方是丧偶，那么他同样必须携带之前的结婚证明书以及另一半的死亡证明。而注册结婚的新人男生必须年满18岁，女生则必须年满16岁。不过，如果女方已满16但未满18岁的话，父亲则必须随同婚姻注册局，并且必须是证婚人。那要是父亲已经不在人世的话，那么就可以由法定监护人作为证婚人，不过同时必须带上父亲的死亡证明书。要是男生已满18未满21，父亲同样必须随行，也必须是证婚人。也同样的，如果父亲已经不在人世，那么法定监护人也必须随行并成为证婚人。简单来说一句只要男女双方都未满21岁的话，那么结婚的证婚人就必须是监护人，又或者父母。这样子讲比较容易理解了，是吧？那要是男女双方都年满21岁的话，任何亲朋戚友都可以成为你们的证婚人，但必须附带2个条件：证婚人必须是马来西亚公民，并且已年满21岁。除了以上这一些之外，在 JPN 注册还要注意的就是穿着必须端庄整齐。不过好像还是很多人不懂是什么意思嘞，因为经常会有人在上网发帖问穿短裙可不可以穿 Polo T 可不可以穿牛仔裤可不可以这里要注意了 ，JPN 规矩有说明，普通 T 恤不可以，有领子的 Polo T 不可以，牛仔裤不可以，短裤不可以，拖鞋不可以，短裙不可以，露背的长裙不可以，看到膝盖的7分裙不可以，露肩的长裙不可以。简单说一句，你穿得比较保守就行了。这样子讲明白吗 ？OK， 说完了在 JPN 的婚姻注册流程之后，接下来我又收集了在社交媒体上关于婚姻注册的提问，希望对你们都有帮助。首先第一个问题，2个身份证不同地址的新人要如何注册？这一个就有一点麻烦了。你们双方都必须亲自到各自的州属提交表格，不过婚姻注册只需要在同一间注册局就可以了。那要是如果男方在东马，女方在北马，而目前居住在南马，怎么办呢？如果要简化以上流程，你有2个选择：1，2个同时更换身份证地址在南马，这样你们就不用到处跑；2，告诉 JPN 你们要去私人工会注册，这样你们就不用换地址了。另一个问题，为什么 JPN 注册要贴在布告栏等21天呢？那是因为他要确定在这21天里面没有人反对你们结婚。或许你会觉得，安奈安尼款好像有一点funny。那你有没有看过电影
人家在教堂婚姻注册要准备交换戒指的时候，在讲 Yes I do 之前，然后突然间门口有人推开大门喊我反对啊，就是这样子的情节，为的就是避免这段婚姻有不必要的纠纷，确定在这21天里面没有任何人反对，那么才可以继续进行这段婚姻注册。我跟你们讲，在私人公会注册的时候，注册官也会在现场问有没有人反对。要是现场没有人反对的话，注册仪式才会继续下去。真的索取了表格之后，必须在多久之内完成呢？有些人索取了表格之后，没有立刻填写，也没有立刻提交，放在那边不懂在想什么，放在那边在考虑的要不要结婚，然后事情就这样子拖到最后忘记掉了。JPN 有规定，索取表格之后必须在6个月里面完成注册仪式，否则你必须重新索取表格填写。注册时没有戒指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啊，那是因为戒指是不能够证明你们在法律上是合法夫妻，所以呢，你有没有戒指跟你们是不是成为合法夫妻这无关联的。简单说一句，婚姻注册就是一对男女以及双方的证婚人一起出席签字就可以了。请问婚姻注册的戒指男女一定要同款吗？上一个问题已经说了，法律上正式成为合法夫妻跟戒指无关，所以注册官并不会因为你们2个人的戒指买了不同的款式，一个是买金的，一个是买银的，然后呢就宣判婚姻无效。 No， 他不会管你有没有戴戒指，他不会管你有没有要交换戒指，他只在乎你有没有带 IC 来。只有在私人的注册结婚场合才有交换戒指的仪式，明白吧？结婚注册需要给师傅择日吗？这个就要看你们个人了。有钱的话，你要做什么都可以。当然，如果你什么都不要做，也一样是可以的。因为有一种结婚仪式叫做裸婚。如果你不理解什么叫做裸婚的话，可以点击右上角的链接查看。证婚人必须要有血缘关系吗？答案是不需要的，只要双方证婚人年满21岁，马来西亚公民就可以了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叫你的老板，你可以叫你的同事，你可以叫你的朋友，你可以叫你的亲戚，又或者你的邻居。要是报生纸不见了怎么办？报生纸不见了，那你就去申请多一张啊。不过如果结婚注册的新人双方都已经年满21岁，那是不需要报生纸的。结婚注册后，女方是要住在男方家吗？这个问题你不用上网问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一旦你们结婚注册签字之后，你们在法律上就是合法夫妻了。所以呢，一对夫妻签字结婚之后要住哪里？这个问题就要问你的老公。你想一下，一个男人注册结婚之后，老婆不在身边，这什么逻辑来的 ？OK， 喜欢我今天的影片，记得帮我点赞，然后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。最后呢，还要麻烦你们帮我做一件事情，那就是帮我把这部影片分享给已经结婚或者还没结婚的朋友。拜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如果有亲朋戚友一起出席的话，千万不要携带未满12岁的儿童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干扰和嘈杂。